据多家媒体报道，2025年1月初，英国首相斯塔默访问乌克兰时，宣布即将向乌克兰提供15套牧鹰防空系统。据悉，这个防空系统是为了满足乌克兰的战场需求而专门开发的，开发周期很短，但它能够装载不同的空导弹，从地面发射，用于陆基防空。根据英国国防部的声明，牧鹰由英国和丹麦共同出资研制，目前有2台牧鹰原型机在乌克兰进行了测试。很显然，这个防空系统没有什么问题，不然也不会在2025年计划再交付15台。那么，这个牧鹰防空系统到底是何方神圣呢？为何我们要说牧鹰的作用甚至要大过 F-16呢？牧鹰防空系统的具体细节，在英国和乌克兰的官方声明当中自然是没有提及的，但从过往的新闻当中，我们不难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早在2023年，英国就向乌克兰提供了一种临时的防空导弹系统。虽然这个临时拼起来的防空导弹车连正式的名字也没有，但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其核心就是阿斯拉姆。2个阿斯拉姆导弹被装在了英国的6×6全地形车上。AM-132阿斯拉姆导弹想必大家都不陌生，阿斯拉姆直译为先进短程空对空导弹，是英国目前的主力空导弹，采用红外线成像制导，导弹弹体重88公斤，带有一个10公斤的高爆破片战斗部，采用触发引信和激光近炸引信，射程25公里以上。从90年代末开始，就被广泛地运用在英国和欧洲的多种战斗机上。2016年，英国还对阿斯拉姆导弹进行了一些改良，把它装在了 F-35B 上。不过，虽然从飞机上发射时，阿斯拉姆的射程一般超过20公里，但英国援助乌克兰的这个阿斯拉姆发射车导弹是从地面发射的，为了克服重力的影响，导弹的射程会大大缩短。根据一般的规律来看，这种类型的防空系统作战半径通常只有5公里左右，用作点防御时算是足够了。有消息称，这个导弹车在测试期间多次击落俄罗斯的见证者136自杀式无人机以及多种侦察性无人机，效果相当不错。但另一个问题就来了，那就是既然乌克兰已经有了发射阿斯拉姆的防空系统，英国又为什么要再援助一个牧鹰呢？牧鹰和前面的那个阿斯拉姆发射车又有什么不同呢？这就得从乌克兰的军工业说起了。在空导弹这一块，乌克兰其实算不上弱，甚至可以说排在世界前列。当年苏联解体以后，给各个加盟国留下了不少遗产，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一个是俄罗斯，另一个就是乌克兰。尤其是在军工企业这一块，留下了可以说是乌克兰3辈子都吃不完的财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乌克兰国防工业这家公司，这是乌克兰各个军工企业的协会，100多家企业可以说是藏龙卧虎，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草丛里蹦的，可以说是无所不有。随便举几个例子，就个个都是重量级的。比方说，哈尔科夫机械制造设计局一代神车 T34 就是在这里设计的，还有 T54、T55、T80UD 等也是从这里出来的。马达西奇股份公司是制造航空发动机和船用燃气轮机的，虽然比不上通用动力的发动机，但是这个地球上有独立生产大推力高涵道比涡扇的一只手数得过来，这马达西奇就得占一根指头。再有就是阿尔乔姆，从苏联时期开始，阿尔乔姆就是227系列空导弹的生产商之一，而227也是现如今的乌克兰唯一有能力独立研发和生产的空导弹。2021年的时候，阿尔乔姆的227还拿下了一笔大单子，总价值超过了2亿美元。虽然没有透露买主具体是谁，但是一般认为是印尼或者是印度。因此，在库存和产能方面，乌克兰的227系列导弹是完全足够的，而这就是英国援助乌克兰牧鹰导弹系统的原因。对于乌克兰而言，依赖北约国家千里迢迢运送军火，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运送麻烦还在其次。在军火出口这一块是有国际条约和审查的，而且就算没有条约限制，也会有不开眼的国会议员跳出来说这说那。大家可以随便翻翻有关的新闻，有不少都是有关拒绝援乌的扯皮。
虽然远在西欧的议员大人们可以用各种理由打口水仗来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且一直这么拖下去，但每天被俄罗斯滑翔炸弹和自杀式无人机轰炸的乌克兰人，那是1分钟都等不了了。一旦防空导弹出现断供，乌克兰军民的伤亡就会立刻直线上升。例如2025年1月15日，俄罗斯就在夜间向乌克兰发射了43枚导弹和74架无人机，其目标就是乌克兰的供暖、供电和自来水系统，其用心不可谓不险恶。想要尽量减少伤亡，最为务实的方案就是在乌克兰国产的227导弹上做文章，就比如这个木鹰。英国只提供配套的发射系统，而这个发射系统可以适配从227到阿斯拉姆再到响尾蛇的多种导弹。乌军防空部队再也不用担心导弹断供的问题了，直接用本土生产的227就可以避开种种限制。而且227在同类的几种空攻导弹里还算是比较优秀的，尤其是在灵活性方面，更是阿斯拉姆和响尾蛇比不了的。首先，它有红外制导和半主动制导2个版本，弹体也比阿斯拉姆和响尾蛇大，总重达到了253公斤，长度4.08米，弹头质量39公斤，而且战斗部有爆炸破片战斗部和连续杆2种。射程更长，达到了12公里，而且爆炸威力更大，更容易一击破坏目标，比阿斯拉姆更具有优势。早在2017年就有报道披露，当时的乌克兰国防工业股份公司就向波兰工业界提议，乌波两国联合开发一种短程防空系统，防空系统的弹头就使用乌克兰生产的227导弹，可见乌克兰的主力空导弹就是227。咱们再说回到木鹰上来，虽然导弹和发射车都是现成的，但是目标搜索雷达和其他子系统以及各个系统之间的适配工作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更何况木鹰还要适配欧美各国的导弹，这也需要磨合和测试。但相较于美国的防空导弹车的开发，木鹰形成战斗力的速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快了。没错，把空攻导弹装在地面车辆上并不是英国人的原创，早在1969年，美国陆军就开始研究自己的野战防空。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飞机越来越快，但面对中程防空系统还是像活靶子一样。为了避开防空导弹的攻击，飞机必须在低空贴地飞行。这个时候，低空突防能力优秀的战斗轰炸机就成了密接支援的不二之选。而要反制对方越来越快的战术轰炸，一个合适的近程野战防空自然是离不了的。然而此时的美军在前线防空车上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美军当时对 MIM-46 全击手防空导弹寄予了厚望，和现在的福特机类似，美军想要一步到位，给他上了太多的科技与狠活，结果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拳击手步子迈得太大，身体中部偏下出现了撕裂伤。在 MIM-46 开发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不得不停下来，先给美国陆军寻找一个临时的替代品用着。这就有了 MIM-72A 小械数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 M163 货身防空系统。小械数地对空导弹系统其实就是把4个海军的 AM-9D 响尾蛇导弹装在了 M113 运兵车上，再稍加改造，缝缝补补，就有这款小械数。从此以后，这种将现有导弹和运载车辆结合，构建新一代防空导弹系统的方式，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虽然这种地对空导弹最多也就是单兵防空导弹的放大版，顶多打个5公里，但它不但省时省力，缩短了开发周期，降低了开发成本，而且价格低廉，简单易用。比如台湾的捷凌防空导弹系统，就是将4根天剑1型空攻导弹装在了丰田戴拿卡车上，火控系统则运行在 Windows 平台上。虽然在打灵活性很强、速度很快的目标的时候，这种导弹是比较容易被躲掉的，但是对于俄乌战场上绝大多数的目标，例如大型无人机、直升机和各式巡航导弹来说，那都是一打一个准儿。最关键的是，比起动辄上百万一发的爱国者导弹，一发几万美元的红外弹，不论是用来打一发100万美元的巡航导弹，还是用来打几万美元一架的见证者无人机，都是血赚不赔的买卖。从我们前面的讨论啊，大家也能看得出来，木鹰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指望它能够完全防御俄罗斯的空袭是不太现实的。对于高超音速导弹来说，木鹰是很难拦截的。而俄军的前线轰炸机现在往往飞得比较高，采取防区外投弹的形式。
对于这种飞机来说，牧鹰这种为前线低空而生的防空系统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但是由于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不断遭受俄军的轰炸，牧鹰防空系统必然能够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尤其是在保护关键设备以及变电站、发电厂等基础民用设施上，与乌克兰现有的爱国者导弹相比，牧鹰导弹系统是一种更加灵活也更加实惠的选择。这样的防空系统越多，乌克兰的高级防空导弹就可以腾出手来，专门拦截弹道导弹等目标。而在防御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一块，一架牧鹰可以说就相当于一架 F-16，甚至还要更强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想一下，乌克兰空军的 F-16主要执行的任务不就是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吗？但乌克兰的 F-16为了制空时间考虑，一般只会携带4枚导弹，遇见更多的目标就得用机炮打了。一架 F-16拦不住几个巡航导弹，就得飞回机场补给导弹和燃油，费时费力，不但危险，效率还低。而如果在乌军的每个重要区都放上几个这样的防空导弹系统，在10公里的距离上就可以发射4枚227，拦截俄军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而且再装填也远比 F-16飞回机场要快得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乌克兰的 F-16或许还真不如牧鹰来的效率高。